它为什么叫钻地弹？它以高速的动能冲下去的速度大约是6倍音速，而且它能够瓦解最厚的掩体。它的绰号叫做炸弹之主，因为它是炸弹之父的3倍破坏力。还有一个是叫伊朗远程导引海上水雷，这个是要对付林肯号航空母舰。通常这一枚水雷可以把林肯号的船底炸出一个大洞，只要达到完全让它丧失行动力跟作战能力的话，目的就完成了。所以，如果开战的话，伊朗一定会布放很多这种水雷，所以这一出海上的对峙很值得继续看下去。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中东，现在伊朗开枪，美军啊，你再敢进攻的话，我们就会酿成一种重大的灾害。会造成4000人死亡。另外，我们会看到各种的武器寄出来了，不管是核设施、美国的航母、伊朗的水雷，全部端上桌。美伊战争进入倒数了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美军他的这个伊朗说他已经取得美军他的钻地的炸弹的残骸，并且他可以针对这一种钻地炸弹来进行逆向工程，会成功吗？如果真的成功的话，美国未来还能够成功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是伊朗直接呛美军了，说你再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话，会对你们造成数千人伤亡的惨剧。另一方面，美国现在同步的正在撤侨跟部署飞弹的防御，中东进入开战倒数。最后我们来看到是美军最新祭出它的电子战机，这个是EA-37B 的电子战机，再加上伊朗现在分散它的飞弹，准备封锁荷姆兹海峡吗？双方谁会先祭出第一击？今天就有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他在9日发表在全国的电视演说。哈米尼特别回顾到了当时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而他也指控了在过去的40年来，不管是西方国家，不管是美国，始终都想要控制住伊朗。那么希望这一次伊朗人民能够展现意志，来一起挫败敌人。伊朗的国会议员更是直接呛美国，只要川普你再走错一步，美军会付出3000人到4000人的一个阵亡代价。政治讯号已经寄出了，伊朗上面的军事准备也已经列出来了。不管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钻地炸弹，也就是去年美军他寄出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寄出的这个钻地炸弹，现在说呢还有一些核设施没有被完全的引爆，有一些残骸，伊朗可以取得这些残骸，并且进行逆向工程吗？另外就是在军事上面，伊朗现在对外公开了这一款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远程的导引海上水雷装备，号称能够呢对这些大型的军舰造成致命的威胁。特别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的林肯号航母。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更是担心伊朗的飞弹特别指出说，伊朗现在把它的部分的飞弹都已经移到东部或者是山区部分来做分散部署。如果说以色列或美国没有办法先发制的话，那么他认为伊朗的库存导弹可能会恢复到2000枚，也就是回到跟去年遭到攻击前的战力规模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特别请教华干哥怎么看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钻地炸弹。伊朗如果进行所谓的逆向工程，那接下来美国对于伊朗它的核设施攻击还具有威胁力吗？就另外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款这个水雷，伊朗它寄出的这一款水雷能够封锁荷姆兹海峡，飞弹的话能够报复美军的中东基地吗？那么美军承受得住吗？干哥怎么看？好 ，OK， 好，我们要特别要解释一下 GBU-57巨型钻地弹，大家都知道，在去年6月的时候，由美国的 B-2 轰炸机携带，然后大家要知道这一种这个钻地弹，它重达14吨级，14吨级是非常重的炸弹。坦白讲一句，一定要由轰炸机来携带。一般的战斗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 F-16、F-15啊、F-14啊等等都没有办法带，它带不动，它太大了。那这14吨级的这个炸弹呢，它光弹头就2吨，非常的重。所以说它为什么叫钻地弹？也就是它以高速的动能，还带着弹头，它冲下去的速度大约是6倍音速，然后而且它能够瓦解最厚的钢筋混凝土掩体。然后，而且这一次他们不管在伊斯法罕等等
这些伊朗的核设施、高速离心机运转的那些地下工厂，去直接攻击5万多台离心机。所以当时美国的卫星有传回，因为说句实在话，卫星所传回来的照片，终究没有办法可以很明确的去检视地下工厂的战果是如何，都需要靠当地的什么间谍，也就是跟中情局同步的这些间谍啊。所以这些间谍，当然他们都是伊朗当地人，传回来的结果就是有一些传闻说 GBU-57有部分的那个弹药是没有引爆的，也就是说，其实不可能有部分，就是1枚没有引爆啊，1整枚没有引爆。可是现在我们再来讲重点，说它可不可能可以成为逆向工程的工具？其实我今天说一句实在话 ，GBU-57它还是传统炸弹，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太高深的技术机密可言。就算你逆向工程回去造了一个这么大一样的炸弹，因为你知道它的绰号叫什么吗？GBU-57它的绰号叫做炸弹之祖，祖父的祖。然后呢，俄罗斯有最接近它的叫炸弹之父，因为这个 GBU-57发展出来之后呢，它就盖过了炸弹之父，就是盖过了俄罗斯的炸弹之父，变成了祖。为什么？因为它是炸弹之父的3倍破坏力。哦，这么简单。所以你说在现在这个炸弹之祖有1整枚没有这个引爆，然后被逆向回去。好，我现在来问各位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你要逆向回去之后，然后用什么来携带它？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它有投射工具，对，你要有东西来带它，你要有那么大的轰炸机来带它，战斗机带不动，而伊朗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携带这种炸弹，除了俄罗斯跟美国这2个国家以外，我们大陆的轰6是一样带不动的，为什么？太大颗了，所以很明显的，你去逆向工程回去是没有意义的。好，我现在简单解释一下 GBU-57它是没有办法这个简单这个逆向回去，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伊朗远程导引海上水雷，这个是要对付谁？对付林肯号航空母舰。通常这一枚水雷如果布放在荷姆兹海峡的正确的地点的话，可以把林肯号的那个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炸不成，但是会使它完全丧失行动力。只要达到完全让它丧失行动力跟作战能力的话，目的就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像这样子的这个武器也是一样，需要有人操控。是，它不是无人机，它也不是无人艇。那你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要派人去在旁边顾着它，导引它，它可能可以跑20公里、30公里，但是顾着它的人会先被美军消灭。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远程导引水雷，就有点像美国的那个智慧型水雷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伊朗它有它自己的技术去发展出可以布放得更遥远，让这个如果说你林肯号不小心进到荷姆兹海峡，触及了这枚水雷被引爆的话，它就丧失了行动力。所以如果开战的话，伊朗一定会布放很多这种水雷。美国也不是傻瓜，他会现在在收集很多情报，所以这一出海上的对峙很值得继续看下去。好，现在看起来对于美国来说，伊朗的水雷可能就具备有一定的威慑力。那同样的问题，像介大使又怎么看？其实荷姆兹海峡的会不会被封锁啊？这个是各界都在密切关注，而且在分析它的利弊。那么基本上，如果荷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关系被封锁啊，事实上它是一个双输也是多输的局面。美国也输，伊朗也输。那接着呢，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尔、科威特这些石油透过这个荷姆兹海峡输出的国家也都输。对，那这里面可能输的最多是伊朗本身，因为伊朗本身80%的石油要靠荷姆兹海峡输出，还有中国大陆的石油40%从这里出。那这个多输甚至还包括全世界国家，为什么？因为这里每天通过的石油的量是全球的供应量的20%到30%，所以所有专家的估计就是说，荷姆兹海峡如果被封锁，这个国际的油价会在很短一段时间就骤升到150到200美元一桶，那是现在的几乎是2倍。
所以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因为伊朗本身也是输家，所以呢，这个会不会真正造成伊朗真正全面的这个封锁？这个是可能性是不太高。不过，这种所谓中间做法，而不是全面性的做法，中间性做法或者说是战术性的做法，还是很可能发生。就是怎么样？就是骚扰，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收1-2艘船，或者造成一些军事的紧张，可是不是全面封锁跟全面开打，这样一样会造成一些军事上或政治上效果，因为它会立刻造成怎么样？这个荷尔姆斯海峡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保险费会立刻提高，这个提高以后，我就说就多输了。沙特、阿联酋、伊拉克、卡达、科威特就会出来施压了。他们就会真正的，包括中国大陆，就会真正的会插手这件事情。那插手是什么呢？就是斡旋，就是出来调解。那现在美国事实上对于这个伊朗，我认为在做的任何的措施，基本上是政治目标，目前高过于军事目标。军事是一个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那政治目标是什么呢？有2个，一个就是再度造成伊朗内部的动乱。让这个反对者能够再上街头。第2个呢，就是伊朗的经济崩溃，因为这种长期的军事压力会造成2个效果。第一个，外资不太敢进去了；第2个，伊朗本国的有钱人的钱可能要往外跑。那这个对经济上来讲，已经饱受通货膨胀，这个还有货币贬值的伊朗来讲是雪上加霜。所以我认为美国基本上这个压力不会短期取消，而且还在增加。那会不会真正动武呢？那一定是美国要确保它的损失是在最少的情况下，它才会动武。那么这种就是远程精准打击。那所以远程精准打击的话，什么时候要用？可能是美国觉得政治目的没有办法达成，那就丢几颗炸弹就走人了。好。所以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会打一个比较长久、一个持久的一个焦灼战。那美国目的让伊朗内部政治上面动荡，那也要压垮伊朗内部的经济。那在军事上面，同样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是伊朗它祭出了哪一些武器嘛？我们来看看那美军呢？美军在最新或者是欧洲国家又有哪些军事的武器来协助以色列？我们来看到美军最新也出现了它的这个 EA-37B 的战略电子战机现身在德国基地，被解读是要大规模瘫痪式作战，所以针对这个作战来预做部署。那美军在中东的20处的基地也完成了它的飞弹防御部署，包括了这个爱国者跟萨德系统。英国则是持续的向中东地区增派空中力量，包括了 F-35跟它的2架空中加油机。五角大厦1英里内的这些披萨店订单暴增250%，现在看起来战事一触即发。美国已经呼吁他的公民赶快撤离伊朗了。接下来他出动他的电子战机的话，目标到底是核设施还是要瘫痪整个伊朗的作战体系？像这个又怎么看？在这次伊朗那边出现了美国的 EA-37B 的这个电子战机，然后这个电子战机其实之所以受瞩目，而且认为指标性，主要是因为先前委内瑞拉在当时攻打的时候，为什么全部都失效？大家就怀疑有可能是这个 EA-37B。它的这个电子战机当中发挥了它的最高作用，瘫痪了所有的指挥包括雷达灯各方面的系统当然美国没有证实，所以这次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又是可能这个拿出这个厉害的武器。要知道 EA-37B 它其实在美国现在空军当中是非常非常先进的，2023年交第一架，2024年第2架。它呢算是美国现在在整个建军状况也比较特殊的。怎么说呢？因为美国过去所有的他们最新的东西都自己重做，但是呢，这种电子战机它是改装的，它是把现在全世界有钱人坐的私人飞机的湾流 G550的商务机来改，里面再放入了所有这些电子设备。那它具备了整个可以说最新长程全频段的，所以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厉害的机器，其实外界都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只知道说一旦它真正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它的电磁干扰能力是可以把所有的指挥、通信，
包括网络、包括雷达全部瘫痪。所以这次如果在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要对伊朗下狠手呢？伊朗的防空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电子战机最后全部都是空空荡荡，最后美军如入无人之境呢？当然，我们觉得现在看到狠招出来了。但我们相信，其实美国在过去不要说跟全世界，过去跟伊朗已经有非常多往来在军事方面的经验。可是我们最后总结来看，美军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威吓你，瞄准你的核设施，乃至甚至把你的国家领导人部分都干掉，还是取决于他们最后的情报战。对于伊朗本身的情报战，因为有以色列包括美国自己的掌握，但是即使有一个最深远的目标，比如说就把他们整个家族都给扫荡完，把你核设施都破坏完，比如说这最极端的但是在关键时刻之后，人家躲起来还是要修正。情报战通常有一个目标，但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还要就实际的状况。不过我觉得现在对于川普在主导这件事情不太一样的，跟拜登过去民主党不一样，主要是过去是一个政治效应、政治决定的那个东西主导战争，但是现在川普有一些东西去思考，怎么说呢？他比较像商人。来都来了，另外的部分就是大批的美军在那边 hold 在那边要花多少钱啊？这要花很多成本的。对于川普来说，花成本就要获得什么？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所有川普主导的国际，包括军事行动或要花钱的行动当中，大家要加一个思路。所以我就认为现在跟伊朗这件事情不太可能会空手而归。其实像刚刚大家讲的，可能真的情报发现没有办法掌握最终极的情报的话，可能还要炸你2下之类的，就表达一下威吓之意。但是如果掌握更多情报，我认为川普跟来都来了，炸一炸也是很有可能的。接下来关心中东美伊谈判是假的，是真的要开战吗？因为川普这一次呢，针对了世界上许多跟伊朗比较友好的国家做了制裁，那么在关税上面的制裁，同时它的航母已经压境了，伊朗则是亮出它的超高音速飞弹，再加上北京传出说要提供雷达跟防空系统给伊朗。今天我们来看到中东战事一触即发，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是美军这一次祭出的各种制裁，也代表战争进入倒数了吗？我们可以看到2月6号的美伊和谈是真的已经破局了吗？还有没有救啊？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这一次也亮出它的各种武器，除了这个长程弹道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之外，还有这个8马赫的超音速飞弹，射程据传直指以色列，真的有这么强吗？最后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到底是否真的帮助了伊朗提供反隐形的雷达，加上它的防空飞弹系统，它的战力又如何呢？能够威胁到美军的轰炸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阿曼这一天，2月6号举行的这个核谈判呢，美国已经要求了伊朗的2件事情，包括说，伊朗你停止生产你的浓缩铀，还有呢，核燃料移出到其他的国家，并且接受监督。结果没有想到，伊朗针对美国提出的这2件事情都是完全的拒绝的。现在看起来，核谈判是否已经破裂了呢？所以呢，美国最新就赶快祭出了各种的制裁，来自于川普，他针对了锁定伊朗的14艘影子舰队，还有15个实体，宣布呢，接下来会对伊朗的贸易加增，其他的国家对伊朗只要有贸易会加增25%的关税，并且在军事面，林肯号打击群带着45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了，包括它的周遭的第9舰载机的联队也在这边做了升空待命。美国已经要求自己的公民赶快立即撤出伊朗，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也会来去做协助。再来看到是伊朗，它亮出它的这个超音速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超音速飞弹，它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弹头重量1500公斤，已经部署在他们新的地下导弹城了。除了刚刚讲的这一款超高音速的飞弹之外，还有4枚的其他的超音速导弹，这边说速度可以达到8马赫，射程同样是2000公里，15分钟内就可以锁定以色列了。伊朗的外长说呢，如果美国敢动手，那么中东美军基地也会被先得到报复哦。中国大陆则是提供伊朗在这个方面，不管有反隐形的雷达系统或者是防空系统，在内包括了多款的武器，要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的轰炸机。那么解放军也接收了大量解放军的军用运输机
运输机。据传呢，中国还向伊朗提供了红旗9B 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小舰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有关于前委员来帮我们做分析，这个有关于美伊的核谈判是否可以说真的已经破裂了？刚刚讲的伊朗提供的这个霍拉姆沙尔4的这个飞弹，而且呢还部署了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的飞弹，在这里是真的能吓阻美国，还是先发制人？委员怎么看？既没办法先发制人，也没办法吓阻美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因为伊朗没有反舰导弹，而且没有可以打航空母舰的反舰导弹。反舰导弹跟这些导弹性质是不一样的，档次也不一样。除非中国给他鹰击20亿，可是他也没有战斗机，也没有轰炸机，所以他更没谈了哈。他们伊朗敲锣打鼓哦，他们有没有超音速导弹？有啊，当然有，因为超音速导弹就超过1马赫以上就超音速导弹嘛。不像那个战斧飞弹哦，它是0.8马赫，那当然不是超音速导弹。可是伊朗有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媒体都沸沸扬扬。但是我要坦白讲我的想法，我认为他没有，因为我始终看不到他的技术资料，不像中国、俄罗斯都会亮出技术资料给你看哦。所以对于所谓的什么8马赫，他们讲的都是终端速度8马赫，哪任何一个导弹到终端速度都要随便都超过5马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重点是在中间的飞行速度有没有超过5马赫？因为中间是最容易被拦截的。因为飞弹初升段没有人会拦截你，中升段很难拦截，所以大部分拦截都是在中段啊，那拦截在中段。像我们爱国者飞弹是拦截是在中段，是在最后最中段拦截，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会特别好。是，那你这个中段拦截必要条件有2个，拦截不住就是说，第一个你速度要5马赫以上，因为5马赫以下雷达能够锁定，5马赫以上现有雷达无法锁定。然后这个还可以什么？你不让雷达锁定，还有一个方法，你要可以漂浮，所以变成有乘波体，2个因素中要有1个，那或者2个都有，当然更好。所以当你这个弹体无法被锁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拦截。他讲的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霍拉姆沙赫尔，他经常讲说他有射程2000公里，射程2000公里没什么了不得啊，就是中程弹道导弹。然后这个超音速也没什么，但是他到了没有可办法拦截的地步，那我觉得稍微夸张了一点。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高超音速导弹，其他国家没有，看不出来其他国家有啊。那胡塞组织那纯吹牛的啦。那再来看看这个射程打以色列，打以色列挨个几个导弹也正常啊。一场战争什么可能不挨几个导弹呢？对哈，那只挨几个导弹对以色列会伤多大？我认为是以色列承受得起哈，承受得起，不至于说被打以后就瘫痪了，不至于哈，不至于像乌克兰这么菜哦，不会啦。从军事观点来讲是这样看，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美国要怎么打伊朗？第一个不会登陆部队，第二个会采取贝尔格勒大轰炸的模式。可是这种大轰炸的模式有个先决条件，弹量要够。它以目前所谓的450枚战斧巡弋导弹不够，要加倍，一定要加倍，要加倍。那加倍的话，就要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打集群来。那现在据了解，小布希号好像在赶来当中，但是还没有确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整个战略目标，就说我这场战争，美国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美国认为他是想要铲除教士政权跟革命卫队的头目，仅此这样就能够动摇伊朗的政权。大家不要把想动摇伊朗政权很复杂，伊朗政权是全世界最容易动摇的政权。你看看那巴勒维的爸爸，一个旅长带了一个军队就把那个卡萨王朝给打垮了。那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伊朗的特性，因为伊朗一向是少数民族政权。就像满族统治中国，那汉族大多数，如果汉族不理你满族，你满族就垮台了。现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他如何精准的，第一个弹量要够，大轰炸量要够。第二个就是说情报要准，到底这些人住在哪里？他并没有要灭伊朗，也没有把伊朗什么能源设施打烂掉，那倒没有，打会打，那不会打烂掉。那他开这个条件呢？他当然是在勒索伊朗，伊朗怎么可能答应呢？不止如此，他还要什么把他的弹道导弹。当然有人讲说，伊朗现在有什么多少个几百公里的地下弹道导弹，平常讲那个都不太管用了。为什么不太管用？
因为美国都知道弹从哪里出来啊。弹道导弹最麻烦的，除非像土地像中国够大，一拉5000公里，伊朗怎么可能地下5000公里的这种所谓的井喷式弹道导弹没有，伊朗没办法。那几百公里，美国应付得来。好，这个是伊朗的战力的评估。那中国呢？中国现在说提供给伊朗反隐形雷达系统跟它的防空飞弹，能不能有效的威慑美国的 B2或者是 B52等等的轰炸机？小舰长又怎么看？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郑源老师所说的啊，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高超音速飞弹。那很多人会质疑啊，说第3个国家美国也应该有啊。美国是有暗鹰，可是暗鹰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美国的相关的那个初级的作战的一个需求的规定啊，所以其实现在也真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那我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呢，也就是在阿拉伯海上面的这一个林肯号航空母舰啊，它迎来了鱼鹰机。这个鱼鹰机里面做的不是一般的补给品，也不是路人甲。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啊，第一位这一位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派驻到伊朗的这一个和平代表，也就是科索夫。那另外这一位呢，其实是库许纳，也就是川普的女婿啊。那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啊，也就是钦差大臣跟驸马都到了，也就是直接传递给这一个林肯号的讯息非常清楚。当然现在不需要，现在只需要用 data link 就可以传递了。但是它的出现这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是很强的。如果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USNI 所提供的这个相关资料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布希号不见了。布希号上一个礼拜呢，其实出海了，可是现在又不见了。不见，它不仅不见而已。我们看到 USNI 它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它提供的是10多天返港的一个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川普自己写的书啊，《交易的艺术》，他会不断的奋斗，不断奋斗，直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伊朗啊，还有古巴啊。那但是我们讲回说，中国提供的装备，那我现在拿出这张图啊，有很多人会质疑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个 JY27的这个雷达，这个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委内瑞拉也有啊。对，现在大家都证实了，委内瑞拉的这个雷达，第一个没启动，第二个保养的状况非常的差，所以其实没有达到作战的使用的状况。这一种雷达其实因为它使用的是 VHF 频段，专门客制的，也就是逆中战机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还会不断提供到这个伊朗？当然，第一个就是提供给伊朗自我防卫的力量。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也会把第一手的，例如说萨德飞弹提供给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测试一下嘛，经过测试，然后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现场，才会了解这些装备未来的这一个性能提升要该如何做。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去年我个人去长春航展上面所看到的 H408的这种雷达，这种长程预警雷达，它已经把第一个它的这个构面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小。而且呢，它也一样是 VHF 频段。那另外，大家所谓的提供这一个红旗8的这种防空飞弹，它其实如果以外贸型来讲，也就是直接卖输出的话，因为解放军用的，它实际的驻越我们并不知道，可以达到260公里。可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是比较长的，然后比较粗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红旗9C 的，也就是感觉比较小的，这是在去年93阅兵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相关的技术资料其实还没有公布。大家可能会笑啊，说中国大陆用的这种反逆中的雷达，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给大家看啊，其实这是最新的一种，也就是 JY26，它使用的是圆形极化的天线。那大家说这种大而不当啊，对。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跟大家报告，下面这一个 TPY-X 雷达也是如此。这个雷达是洛克希德马丁做的，目前美国还没有投入战备，但是即将投入战备。为什么？因为这种雷达的确可以来征收逆中的战机，或者是逆中的各种的水面的舰艇，美国也需要。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不要因为这一个委内瑞拉的状况就认为解放军的装备不行。好，这个是中国大陆提供给伊朗的装备武器。那关键还是要回到说，因为2月6号的这个核谈判，美伊的核谈判破裂嘛，那接下来美伊关系又如何发展？我们最后1分钟，请聂老师帮我们补充。OK， 我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去年大家记得6月4号，对不对？这个在加拿大开的 G7 会议，一半就偷跑回去，然后说2个礼拜要打这个伊朗，结果呢2天就攻击的这个所谓的是深土炸弹啊 GBU-57。结果你会发现炸60公尺，好像没有炸到80公尺，这个又核外泄也没有。那现在呢，要人家限制核，他现在告诉说我们要谈判，上桌谈判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限制你核发展，你不是把人家炸光了吗？第二个，其实你再炸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用谈判叫人家限制呢？当然，这是我讲伊朗呢，他要维护他自己生命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保命武器，他不能，所以他只能说我暂停，而且说我可以把这些先送到俄国，你知道吗？他的后面的这个背后代理人就中国、俄国，大家可以还保护他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谈判是谈不拢。第二个，当然美国还要求他这个长城这个飞弹的弹道要把它这个完全要这个取消掉。所以你觉得这个这个伊朗怎么会接受？当然，这时候你就会这样发现他们这个剑拔弩张。可是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没有错，我也搜寻一下，伊朗其实它没有真正所谓的反舰飞弹啊，即便这个可以打得很远，但是我看到的收文是，它不是真的要打你这个舰，它可能打不到，它是要你这样做，我就打你这个所谓的美军基地。地对地的嘛，那个是这个所谓的长城飞弹，也就是它那几个有最少好几枚，它可以打到以色列就攻击以色列。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是这些动作而已。那当然对美国来讲，我觉得现在美国他不敢随便乱打，迟迟不打，我觉得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时空背景不一样，跟去年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因为伊朗这些就是反动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情绪也变化。第三，他准备现在也比较齐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讲到的，现在有背后所谓的背后代理人的这些协助，包括我甚至知道他们有这个卫星已经空照把这个林肯舰它的走向定位都定得非常清楚，这个情报都给了伊朗。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算美国的一些动静，也可能中国给的光情资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让伊朗比较有机会呢抓准他们要走的动向，再适时的给一些这个回击。所以当美国要打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发现打人这个伤7分，自己会重伤3分呐。当然，包括那些防空的那些反隐形、反逆中的这些飞弹。这些装备系统雷达系统，我觉得也是让伊朗这次比较保有准备，比较敢现在跟美国对峙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这次2人呢进行了一场长时间并且是深入的通话，那内容谈了什么？不止贸易，不止军事，包括台湾议题、俄乌战争，还有伊朗局势，全部都展开对话。而且在跟川普热线之前，习近平是先跟俄罗斯总统普丁视讯通话，等于1天之内呢跟美俄的领袖展开意见交换，这是一个蛮罕见的情况，不太常见。而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我们看到这个南华早报指出呢，中国海洋的科考船叫做大洋1号，它现在现身在阿拉伯海，甚至呢逼近美军林肯号航母的活动海域了。大家都说林肯号不是已经把识别器关了吗？怎么大家都找得到它呢？这就很奇妙了。然后网络上呢，又突然出现了什么东西？大量的中国高解析度了，我们看这张图。大量的这个军用的卫星影像，而且里头清楚标示了几个关键的要素，包含林肯号的活动范围位置啦，还有这个美军 F-15E 部署的状况，甚至是爱国者飞弹的阵地等等都搭配了简体中文来做这个叙述。那么军事专家就怀疑了，中国是不是在向伊朗来提供一些美军的动态情报呢？因为类似的手法在之前的印巴战争其实也有出现过。想先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川习通话？先谈到伊朗议题，接着又有这类的军事影像曝光，这是不是算是中国大陆对伊朗的一种非直接但是间接的一种军事帮助？中国有没有对伊朗提供什么协助？目前看不出来如果有都还看不到。这个网络上出现了自称高解析度的军用卫星这个解析度不高，所以不可能是中国大陆提供的军用卫星的影像。中国大陆没有这么拉惨了，一定更精密很多了啦
第二个，中国大陆会提供军用卫星影像给伊朗，也不会公开，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是个商用卫星，那你说那个林肯号的位置不难啊，商用卫星随便买都买得到啊。你现在花点钱上去，商用卫星买都买得到，所以不是问题，因为体积太大了。爱国飞弹基地也基本上是很大的东西啊。但真正啦，这个军用卫星要的是那种很精准的打击的那种坐标线哦，比这个精准太多了哈。所以这显然就是一般的网络上到那个商用卫星网站里面去 copy 下来的而已了哈。那这个伊朗这个即使是如此，能够有多大的力量去对抗美军？坦白讲没有，他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有人讲说，伊朗可能用1000架这个无人机攻击航空母舰，什么时代啊？你大为投死啊！这个不是不成体量、不成品质的东西那你说伊朗的很多的这个导弹可以攻击以色列，以色列那样去打了不是问题啦以前人家觉得说以色列打不到，好像神话，不可能打不到，因为所有的拦截都有漏洞嘛。那你说这个靠这个导弹可以把以色列打垮，那也不可能导致伊朗的领导阶层，只要他的国家有人被收买，就跟委内瑞拉一样，领导阶层会被斩首行动。那以色列在这边很有经验，美国在方面也不遑多让。搞正规的他不一定行，搞这种阴暗面，这两个才挺行的所以美国现在可能整个加紧努力就像委内瑞拉一样一般演习，那 CIA 就不断的在底下搞各种活动去收买的活动。这个伊朗自己内部要警觉性一点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贪污腐败横行，要做到这么廉洁的官员，那还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伊朗的很多情报都像漏筛子一样连那个哈马斯的重要干部在你那边住都会被干掉，你可想而知伊朗这个内部有多糟糕所以伊朗自己就垫的中国帮不了太大的忙了真的是帮不了太大忙。中国也不会把宝压在这个满清末年的这样的一个王朝手上，也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所以这个你说中国跟出手要管控中东危机，他做不到，中国也没有必要去嘎这一脚，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也没什么好处但是外交上当然会讲主权国家这个不能被侵犯等等，基本原则讲一讲了因为中国现在是走和平路线嘛，可是美国是走这个实力霸权路线他为他的国家的安全，他会施展力量。中国即使为了国家安全，他也不会去动用什么力量。对台湾就是如此啦，对日本也是软趴趴的，所以你不希望他对中东很硬。好，就在此刻，原本本周五呢要在土耳其进行的这个美伊的伊朗这个核谈判呢，传出要改地方了，换到哪里？换到阿曼这个地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要求谈判的形式现在改成美伊的双边会谈，不再让其他国家列席参与或者观察员什么的，并且抛出一个新的筹码，就是暂停核计划可以，但是这个浓缩铀要送往俄罗斯代管。从交涉地点，从美伊的闭门会议到这个浓缩铀交给俄罗斯的种种这个3件套，我想问一下赖老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要求？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伊朗在测试美国是更想打还是要更想谈因为刚开始伊朗提出这个新的要求的时候因为原本已经讲好了2月6号就在伊斯坦布尔来举行会谈，但是后来伊朗突然间改变了，他要求说改到阿曼来举行会谈。美国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对的，彼此之间激烈到就是说那就不谈了。那伊朗的态度也就是说那就不谈嘛，该打就打嘛结果后来美国还是同意伊朗说好，那我们就2月6号改在阿曼谈。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川普是更想打，更想谈的，没有更想打那一方面可能他的军力还没有完全到，二方面美国要在这一次跟伊朗的冲突中，美国虽然完完全全可以重创伊朗的军事设施跟这个革命卫队或是军事能力，但是美国很难像在这个对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那个地方能够毫发无伤的全身而退，美国可能很难做到。可是如果美国的军舰或者航母或者是美国的战机被伊朗打下来，或者被伊朗击中，那这个是大事这个对于川普在国内，还有川普
它本身在这个年底的期中选举是绝对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如果这个画面显露出来，例如说它的船、它的军舰被打了一个大洞，它的航母的战机被打掉几架，或者人员的伤亡，或者人员的伤亡，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件大事。很敏感。我们在强调，它可以把伊朗做非常严重的摧毁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能不能像在对于马杜罗的那个行动毫发无伤，这个真的是很困难。好。那我们看到伊朗这次的态度改变了，而且很强硬。第一个，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跟伊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好。那对于伊朗来讲，他宁可选择一个更中立的，就阿曼，所以这个对于伊朗来讲，在谈判的地点上对他是有利的。第二个，原本的谈判是1对1，然后就是2方谈判，对，还有一个就是3方谈判。另外一个就是多方谈判，要进行这3种形式。那2方谈判就是美伊的谈判，3方谈判就是土耳其当作主持人、东道主来主持两边的谈判。还有一个多方谈判，就是包括埃及、卡达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国这6个国家都来，而包括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跟伊朗的关系也并不和睦那这些多方谈判里面，对于伊朗都处于比较不利的地步，所以对伊朗来说的话，他要求的就是我跟你美国自己谈，单独对谈，那就其他的不用参加了。那美国也同意了。好，接着就是议题了。本来美国设定4个议题，一个是浓缩铀的议题，一个是核能，一个是那个核武发展的议题，一个就是有关于它的中程导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资助其他的盟邦。例如说，包括珍珠党或者胡塞组织的问题，本来要谈4个议题，伊朗说只肯跟你谈1个议题，那就是浓缩铀的问题。所以美国也同意了。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也就是说，伊朗在初步他在谈判的过程里面，他略占上风。那当然之后的演变要看他们彼此之间在角力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事，也要看美国的军方的力量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已经赶到了这个地方，要对伊朗形成极限的一个施压这个也要看。最后一个浓缩铀的处理，俄国的态度是开放的，俄国说我可以接受伊朗的浓缩铀，但是这个浓缩铀是伊朗的，所以伊朗有权完完全全由他来处理，他什么时候要我交回我就什么时候交回。如果这个协议被撕毁，那伊朗跟我要求，我就会回去。这个协议就很像奥巴马时代的6+1的核协议，当初也是提交给俄罗斯做保管。是。好，我们再来看到是美国的 Axios 新闻网，他们指出呢，川普其实对于这一次核谈判的一个态度呢是非常真诚的，而且川普包含很多的美国高官都一起帮忙背书，说川普他是真的不想攻打伊朗。那爆料呢，真正想发动攻击的其实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以色列。那其实这也不是秘密了，因为以伊早就已经是积怨已久。媒体指出，纳坦雅胡向美方要求，在伊朗问题上可以允许以色列自由行动的这个权限那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美伊开战的几率是不是正在下降？那如果激不起美国这位大哥来率先出手来出头的话，以色列又按捺不住的话，那选择先行攻击伊朗，在没有美军帮忙介入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挡住伊朗这一些密集的导弹、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吗？还是摩萨德真的这么神通广大？之前的这个 BB 扣发动的进攻，我们都看到，还是可以把这个摩萨德已经渗透到打击伊朗这个高价值目标都已经安排好了。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这个你在战场上面得不到的，你也不要想在谈判桌上面得到。那为什么伊朗这次谈判一开始的时候，他原来说要改到这个阿曼去美国原来不同意的，最后美国会同意？我觉得那当然在战场上面有这个美国已经先输了一筹这个从昨天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见证者139的这种无人机对着林肯号的航母飞过去，那当然最后是被林肯号航母起飞的 F-35战机将它击落。可是这后面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这个伊朗已经很明确的知道你林肯号的位置？我这次是用无人机过去，那我下次如果真的开战，我就可以用导弹过去了。所以美国是不是忌惮于说是伊朗已经侦测到，也可以掌握到它的战舰的位置所以它必须在谈判方面必须要让步。
当然这一局来讲的话，我觉得最明显，以色列来讲就是希望把美国拖下水，当然来打这场仗哈，因为伊朗其实对美国的威胁不大哈，毕竟隔那么远的国家，但是它的威胁最大的是以色列哈。从2件事情看得出来，去年6月份的时候，以伊的互相的这种空袭的作战，我们就看到，虽然说伊朗本身也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哈，可是它毕竟怎么样，它对以色列也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尤其是说以色列的这种反导的拦截系统，到后半期战争后半期，它在拦截率只降到50%。那如果说是伊朗后续有更多的导弹，那当然对伊朗是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绝对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打击。另外这次很明显的，如果说是伊朗真的是发展出来这个核武器的话，那当然它首要的目标就是对着以色列。第三个，我们经常讲，这次谈判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伊朗不可以支持它的在中东地区的民兵武装组织，包括哈马斯包括到胡塞组织包括到黎巴嫩真主党。但是这些组织是对谁威胁最大？当然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那如果说是伊朗率头攻击的话，我们不敢说以色列可以获得全胜，可是最起码不死也半条命哈。所以以色列来讲，这是很明显想要帮美国拉下水。但是我觉得川普也不是笨蛋，他纯粹就是商人，他知道这场仗打下去对美国不见得是有利。所以我认为说，从美国答应谈判地点改到阿曼，可见的美伊双方的开战的条件已经下降。那现在来讲，我觉得美伊双方互相在给对方一个台阶能够下来让这场战争不要发生。那如果说美伊双方台阶互相下来，我觉得最着急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一直希望，他甚至于放话，他放了2句话这个纳坦雅胡说，他宁可挨700枚的导弹攻击，他也要颠覆何梅尼这个政权。从这句话就知道他的决心。那第二个，他现在讲的话是说，如果你美国不打，我就带头打。可是我觉得以色列讲这种是空话了这个他如果说美国不带头打的话，以色列现在他没有远程的攻击能力来讲的话，是做不到的，纯粹就是想要把美国拖下水。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